身边这个就是全新一代的 S-Class， 奔驰最重要的一款新车 W223。其实这款车有点意思啊，它在发布以前，就是亮相之前，大家对它已经是有很多声音去出现。有声音说，这是69年来 S-Class 刚出来的时候备受质疑最多的。它那个造型好像没有任何那个惊喜哈，这种设计，你看这种灯的造型，包括前脸的造型，特别是车尾灯这个造型，和比它第一个级别的 facelift 以后的 E-Class， 甚至是 C-Class。都是完全一样的设计语言，好像就没有了 S-Class 自己独有的那种王者带有的那种气场。第二个的话是类似，这个是更要命了。还记得那张经典的泄密照片吗？在香港的某个拆车厂，几部试验结束以后的要去销毁的 S-Class 被大家就这样赤裸裸就放出来了，可能大家会对此有一点点落差。不过呢，好消息是我来到发布会的现场，我看到实车新的 S-Class 还是有奔驰最顶级的各方面的水准。造型好不好看，这个是见仁见智的，我这边就不多说了。但是新的 S-Class 和上一代相比，我个人觉得有个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呢？它的内核方面，它在科技互联方面是它最精彩的一个地方。0.2这种风阻系数在业界里面绝对就是一个很领先的这样一个数字。第二的话，这个车灯它的显示的精度或者说照明的精度也是同级里面最强的。有一个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哈，这个车灯有130万个镜面的一个截片。如果在公路上或者说夜间出行的时候呢，它可以很精确地点亮它需要点亮的地方，它需要提醒驾驶人的地方，这个车灯都是完全可以智能去做到的。而不需要点亮的地方，它会果断去关闭的。我们再看一下车身的侧面。可以说和上一代最接近的一个变化或者说轮廓就是整个侧面了。但是这个侧面的话，你留意到了吗？这个把手已经改成现在最时髦的隐藏式的把手。悬架方面呢，最重大一个变化就是现在这个后轮变得前手 wheel 的智能。它会根据我们车辆的一个行驶的一个速度，它会同向或者说反向去做一个同步的一个后轮的一个转向，最多可以多达10度的这个转向的一个角度。也就是说，新的 S-Class 哪怕它变得那么长，它的车身行驶方面的灵活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变得友好。悬架方面呢，也会和上一代一样配了这个摸梳悬架的这个车身，我不知道这个摸梳车身是不是一个标配，但现在它和上一代相比又有了什么新的进化呢？因为遍布在车上的无论是雷达、摄像头、各种的探头也是更多了，所以它可以探知更远的这个路面方面的一个状况，前面是个坑，或者说前面是个路况怎么样的，它可以通过更快的速度去实时调整悬架的这个原因，来提供一个最棒的这样的一个乘坐一个体验吧。好，内饰我现在带大家进去看一下。争议最大的当然就是这套全新的内饰了哈，就是这个大屏幕。你没错，发现很多包括我们的本土品牌都用这种类似的梯形的布置，都是这样一个大屏。但 S-Class 上面的大屏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刚刚去采访了他们的全球这个项目的总监呢，他告诉我，尽管这个车的屏幕好像和很多新势力有一点点类似，但是奔驰在里面多做了什么工作呢？就是丰富无限的细节在里面。你看车上的每一个材料都是极其丰富的，都不是任何的电动车可以比拟的。另外一个，这个车厢它叫一个动态体感车厢。怎么去理解？你看到像在这个车身的这个氛围灯啊，它这个氛围灯是实时变化的。这个实时变化不仅是根据我们车辆的不同的行驶模式，或者说个人那个喜好，还可以根据我们的心情，甚至是音响方面旋律的不同，它会实时去发生这种变化。所以通过材料以及氛围的这种营造的话， S-Class 希望营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一个潮流。除此以外呢，这个类似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
新的 S-Class 上面这一套抬头显示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棒的，没有之一。它可以通过一个高流明度的这个投影摄像机，在挡风玻璃的极大范围内去实施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另外一个，在实施很多的自动辅助驾驶、智能驾驶的情况下呢，这一个屏幕都可以去跟车外面的实景去做一个真实的互动，前面那个车尾啊绿了或者是红了，马上可以清晰的这样去标明。好了，还有什么好的东西、好玩的东西呢？它现在关于这个智能系统这方面呢，我们可能已经很熟悉，就是我们的这种触屏的一个手势控制啊。在新的宝马上面呢，我们是这样去控制音响，你还记得吗？现在它这个屏幕全部都能实现我们的手势上面的控制，包括我们的指纹识别。如果是车主，马上根据你的指纹识别，所有东西连氛围灯都调好，是适合你的风格。其实呢，在车内这种 AI 系统还不仅于此，还有很多实用的地方。例如，我现在在开着车，我要掉头，我头往后一扭的时候呢，车内的摄像头就能 detect 到我的头转向的这个动作，马上自动把我的后面遮阳帘给我降低，去放下。其实这个就是传统车企对科技的一种拿捏跟把握吧。安全方面同样一直都是 S-Class 一个很强的一个重点啊。例如，它主动的这种悬架升高防侧撞功能，什么意思？探测到车辆从侧面撞过来的时候，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车身砰一下往上面去弹高80毫米这样的一个高度，让车上更坚固的这个侧面去迎接这个碰撞，来保护行人的安全。在发生碰撞的时候，不仅仅有这个作用，这个座椅还有一个主动的扭向功能，把我的驾驶者往中间一撞，来远离这个碰撞。至于前面的碰撞呢，它现在也有一个新的科技，它是全球第一个搭载了中部气囊的这种轿车，就是两个驾驶座中间它会有一个保护后排的一个安全气囊，以及后排的正面安全气囊，这个都是 S-Class 上面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科技。S-Class 的主人最关注的后排也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啊。第一个就是屏幕，这3块屏幕它的清晰度以及能实现的功能都是以前所没有的。另外一个可以通过前面用手，我只需要拨后排，都可以实时通过这种方式来滑到这个屏幕。还有在后排的这个驾驶体验方面，无论我的手部的这个放轴部这个空间、腿部空间，都跟上一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肯定是变得更舒适了。除了这一方面的一个变化以外呢，还有音响系统。工程师跟我说，也是 S-Class 一个很重大一个亮点，它是全球独创一个叫4D 音响。什么意思啊？4D 音响就是这个柏林之声呢，不仅仅能提供中高低音各方面以及氛围灯视觉方面的给我们全沉浸这种体验，还可以通过座椅上面布置一些震动，来跟随这个旋律，或者说你看这个电影那个节奏，会实时刺激你的身体。所以无论我的感官眼睛看到的、身体感知到的各方面的，都能沉浸在这个车厢给我们的娱乐氛围之中。我觉得真的是还是蛮多的一个惊喜。新的 S-Class 和上一代去相比，从奔驰的角度，它也转变了一点点这方面的一个思路哈。它把很多的进步跟进化都通过数字的方式、智能的方式、AI 的方式去体现，也认为这个是未来汽车发展的方向。好，除了一点就是动力系统。在动力系统方面呢，现在大环境、大趋势都在说电动啊这方面的一个变化，但是新的 S 我只看到它有个 Plug-in 的版本，也仅仅支持100公里的纯电续航。在它的新工厂也会说了，明年的 EQS 就是纯电 S 也会出来，但不好意思，也不是个纯电的平台。所以整体来讲呢，从各方面的进步啊，以及对未来的这个连接，新的 S-Class 我觉得做的是足够，也是有很多，但是在这种机械部分，或者说它在未来我们现在去讨论纯电这方面的一个竞争呢， S-Class 目前来讲我也没看到更多的一个信息哈。所以在发布会的现场，我可以大家分析的，或者说看到的一些观点就差不多是这样子。我也很期待有很快的这个机会去试到真正的在路面上的一个表现。
其實 Benz 都應該預計到啊，新車出到嚟咧，肯定係爭議聲一片嘅。有班老殘粉，包括我哋今日同啲媒體同行坐埋一齊，都會係咁樣嘅。老嗰班就話啊，架車變到咁樣，唔係冇 S 卡士嘅尊嚴，但係後生仔會好中意嘅。我再講個數字俾你聽啊，喺全球範圍入邊，中國市場已經變成係 S 卡士嘅最大市場，1/3嘅 S 卡士係賣咗喺中國市場嘅，並且車主嘅平均年齡係唔到40歲嘅。所以咧，當你鬧呢架車，覺得佢太新潮冇 S 卡士嘅呢個尊嚴嘅時候咧，你睇睇你自己嘅年齡嚇。如果係超過呢一班嘅話咧，你可能要檢討下自己啦，係咪你要適當降低下自己嘅心態嘅年齡咧？又或者會諗下，可能呢架車已經唔係賣俾我，我應該買一啲更加老嘅車啊。